他道：“久闻夷陵老祖大名，今日有幸得见本尊，实在是一大幸事。可否允我斗胆，请夷陵老祖赐教？”早在10几年前，魏无羡还是少年奇才的时候，就常常有人在各种清谈会宴会上向他挑战。魏无羡向来者不拒，打起来见招潇洒又漂亮，偏偏并非华而不实，最终只引得对手甘拜下风，观战者拍案叫绝。没想到过了这么久，仍旧有人要来与他比试，百家俱是一片好奇，纷纷有意无意地看了过来。魏无羡挑眉，一仰头饮尽了杯中的酒。江澄看了他一眼，冷哼道：“难得你带了佩剑，怎么不去秀你的剑法了？”魏无羡在他腰后捶了一下，抬头笑着看向挑战者。那人眸中跳跃着兴奋与雀跃，还有几分难言的好奇。想来是对自己剑法相当自信，忍不住要来挑战他这个弃过剑道的大逆不道之徒了。魏无羡轻咳2声，开口道：“你想和我比剑法？”那人道：“是。”魏无羡托着腮，仿若为难一般的沉思片刻。蓝忘机坐在他对面，此刻握紧了茶杯，对他摇摇头。他自然知道蓝忘机的意思，他如今的状态，那里是能尽情比剑的。但是魏无羡抬头看了一眼江厌离，他不能让师姐担心。魏无羡放下酒杯，随手捡起了扔在一边的随便。众人见他总算迎战，宴席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，夹杂着几声喝彩。魏无羡拱手承让，单手撑着矮桌，便利落地落到了宴席中央。蓝忘机几乎要站起来，嘴唇微不可察地颤抖2下。魏无羡对他笑笑，示意他安心。他看向挑战者，伸出右手微微欠身：“来吧。”那人早就做好了准备，闻声立刻攻了上来，佩剑出鞘，剑锋直指他的咽喉。魏无羡脚步一撤，整个人以一个柔软到不可思议的姿势避过剑锋，似无骨一般闪到那人的身后，抬手用随便的剑鞘在他背后轻轻一敲，那人踉跄一下，凌空翻滚一圈，才又稳住身形。魏无羡等他整理好自己，才又一次笑着伸出了手。那人定神，手中佩剑翻转一圈，他压低身躯逼过来，抬腿去扫魏无羡的双腿。魏无羡背着一只手，脚下发力，腾空而起，脚尖在那人的腰背上一点，这一次却是结结实实的落在了地上。魏无羡站回原地，等他再站起身来，又一次伸出手。那人理了理稍显凌乱的发，喘了几口气，才又一次冲过来。这一次的动作迅猛极了，剑光闪过，丝毫不拖泥带水。观战的人忍不住赞叹妙极。魏无羡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等那人冲到身前，才不慌不忙地一侧身，抬手在他腰间猛地一击。这一击恰巧找准了那人的破绽，挑战者的身形一滞，魏无羡手中随便终于出鞘，红色剑光闪过，在停下时，随便的剑刃已经贴住了那人的脖颈。众人静了片刻，进而响起排山倒海的掌声与喝彩。魏无羡笑着点点头，随便收回鞘中。挑战者擦着额边的汗水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一礼：“多谢前辈赐教。”魏无羡笑道：“好说好说，下次想比剑别找我了，你去试试三毒圣手，他比我适合你。”江澄闻言，硬生生把骂人的话憋回肚子里，隔空翻了个白眼。一场比剑下来，随便只出鞘一瞬，胜负也就定在这一瞬之间。虽并无华丽剑招，但以纯体术应对剑法，其剑走偏锋的程度也足以百家议论几轮了。魏无羡圆满完成任务，懒洋洋地坐回去，百无聊赖地等着宴会结束。哎，江澄，你看那个家主，好像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。魏无羡扯着江澄的袖管惊喜道：“怎么？”江澄看过去，那家主与一女子并席，身着紫黑色的家袍，并无特别之处。你不觉得她穿得很像你吗？这有什么特别的？江澄气笑了，仿着他云梦江氏做家袍的多了去了，这也值得拿出来讲。没等他骂回去，魏无羡便自行接道：“哦，也没那么像。这人有老婆，你又没有。”江澄立刻抬起手肘撞了一下他的肩膀，骂道：“说的跟你有一样，找打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这话就说的很没劲了，我要是想找，那还能找不到？”江澄冷笑道：“放在10几年前说不定是真的，现在得了吧。”魏无羡道：“那你呢？”
我可听说了呀，三毒圣手相了3次亲，一次都没成，而且还没人跟你继续相了。不是我说你真是数十年如一日，跟你的三毒还有守过一辈子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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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江澄怒道：笑什么笑？一派胡言，都是谁告诉你的？魏无羡还在笑，边笑边说：这还用别人告诉我？随便找个酒馆进去听听，什么都听说了。江澄，滚滚滚！你那么闲，怎么不多听听你自己的？魏无羡一边抄起酒壶往嘴里倒酒，一边道：我有什么可听的？来来回回不就那几个词吗？我都听腻了，不听。江澄顿了片刻，哼了一声，也端起酒杯饮了一口，才不咸不淡地说：那看来你是还没听过了。魏无羡，没听过，怎么？